嘿，大家好，我是 Will， 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节目的主题比较特别，我们来谈一下为什么渣男比较受女人的青睐。你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你对渣男有什么看法？然后影片的结尾，我会告诉大家我是不是渣男，还有我是如何看待渣男的啊，所以挺有意思的。来，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我相信你是好男人。你对感情非常专一，但是在情场上面你非常受挫。你有那么优秀的条件，你对女人那么 nice， 但是你吸引不到女人。但是你最堵拦的那一些坏男人、渣男，还有那一些你不喜欢的男人，往往他们都是吃得到女人的。那你就会有很多问号，甚至也有一些读者经常会问我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好人永远是吃不到女人？为什么永远都是渣男可以搞得定女人？所以这期节目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先说一下好男人。好男人在两性方面有一个非常大的悖论，就是你的付出始终是可以交换到女人的心、女人的爱。你们觉得这是对的吗？其实它是错的，因为它严重的扼杀了你的男性的吸引力。因为女人被我们男人触动有吸引的感觉，它是源自于他们的慕强择偶心理，这是由下对上的，也就是女人下男人上。所以当你选择女人进贡的时候，当你选择这样的方式的时候，你等于是把自己置在一个比较低的位置，也就是你低女人高，那180%是无法产生吸引力的，相信吗？除非女人她看重的是你的钱，她喜欢你的钱，喜欢你的物质条件，而不是喜欢你的人。再说讨好的方式，她在浅交流的过程当中，无形的等于是告诉了女人，你这个人你对自己没自信，所以你需要透过这些外在的价值啊，比如说是进贡讨好，来填补你自己对自己不够自信、价值不足够的不自信感，所以你需要透过外在的那些条件、那些行为来填补你自己内在不够的那一部分。所以换个角度想，如果你今天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男人，你对于你自己的价值非常的自信，你就是一个高品质的男人，你还需要透过送礼物、请吃大餐、讨好、进贡来填补不足够的价值吗？肯定是不需要的吧。另外，被吸引发生其实都是在非主动意识层面的，也就是潜意识层面。更多的时候，我们是无法察觉到吸引它的产生以及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吸引，它不是一种主动层次方面的一种主动的选择，你可以这么说，你可以这么理解。而女人选择男人，往往是因为她被男人的非常男性化的特质，非常 man 男子气概、阳刚、那种很阳性的特质给吸引的。这是透过行为及浅沟通方面去传达、去接收的。而往往渣男或者坏男人、alpha 男人，有身份地位的男人，往往他们都有非常 man 的这些特质，他们甚至不太屌女人，他们对于女人的反应通常都是无所谓的。记得，女人被你吸引，并不是你开什么条件她做选择的，这和我们找工作 interview 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找工作可能老板会看你有什么样的条件、学历、能力来做选择，要不要录取你。但是呢，女人她要不要选择这个男人跟她发生关系，并不是看你有 A、B、C、D、E、F 哪一些条件，并不是的，而是她是透过潜意识方面、交流方面、浅沟通、刺激方面的交流来做选择，来被触发，那是很难察觉到，那是不知不觉。所以往往你问女生为什么她喜欢一个男人，她往往会告诉你，她自己也不知道，就是感觉。所以在吸引方面你是可以制造的，但前提是你要有正确的心态、行为，还有正确的反应，就是女人她给你的一些废物测试什么的，你要如何从中做反应。不只是我们男人，往往很多女人对于被选择，他们都会有错误的认知，他们以为
他们被某个男人吸引，那是做选择，并不是，不是选择，不是看条件的。他们以为是看条件，他们以为男人的某一些外在的条件比如说这个男人对他好，这个男人有高收入，这个男人有能力，所以被吸引，并不是。往往前部以上的这些我们的误解都是悖论，完全是非常社会层面的、理性层面的、逻辑层面的，或者是理想层面的，它实际上并不是真实的。然后还有很多证据可以证明女人对于男人的选择不是理性的。比方说，我们可以用以下的这3种论据来推导这样子的悖论。如果他们选择男人是理性的，或者是主动意识的话，你就不会看见第一种情况，很多女人会为了男人飞蛾扑火。即便理性层面来说，这样的男人对她来说是有伤害不好的，比如说渣男、坏男人，他们还是宁愿选择这样的男人。第二种情况是这样的，如果女人她们选择男人是理性层面的，你就不会看世界上有这么多女人愿意做小三，因为明明外头不错的男人一大把那么多，干嘛她要选择一个有另外一半的男人呢？很奇怪，对吧？然后第3个你可以看见的就是，如果是理性的话，就不会有这么多女人选择和丑男、矮男人，或者是胖男人、条件不好的男人、穷的男人在一起。你有没有看过漂亮的女人，她们选择又老又丑又胖的男人呢？一大把，对吧？所以吸引它是一种心理上的、生理上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产生。这其中包括了我们人类在200万年来的演化，帮助我们在生存和传递基因方面，还有交配方面，这一切的综合起来，就产生了我们是一种基因的载体。于是我们身上就有刻画着，男人喜欢漂亮的女人，女人喜欢有社会地位的男人。所以你只需要这样子记得，吸引它不是选择，吸引它的品质是跟那个人的价值有关的。我们再进一步看，那么什么是价值呢？从21世纪上来看21世纪的今天，我们在逻辑上一般上我们会认为价值是属于一个人的外在的条件，他所拥有的资源财富这是让你非常困惑的。你会以为要功成名就，要非常有钱，然后要给女人资源，那女人就会被你吸引，但是好像不成立，对吧？实际上是这样的。你要知道，要记得，即便我们社会、我们的文化，或者是我们周遭的环境，从古时候我们住在洞穴、住在草原上，演化到今天我们住在高楼大厦、住在非常现代化科技的一个时代里头，我们即便是在今天这样子的文化层次里面，我们的大脑依然是跟2万年前、20万年前、200万年前的原始人是一样的。所以一个女人她会被一个渣男给吸引，那不是后来才演化的逻辑脑去做工，而是最原始的我们讲的俘虏脑以及爬虫脑正在做工。所以女人就会被有这样子的特质的男人给吸引。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看见那些满是纹身、没有工作、骑着摩托拜的男人、坏男人或者是小混混，他们更加吸引女人或者他们更容易睡到女人。那是因为女人他们的原始脑会对于有这样子人格特质、有这样子行为的男人给触发他们的原始脑。那么这样子呢，假如你今天是一个高收入会计师，或者是一个医生，或者是你是一个条件不错的男人，那你要想要改变，那你可能就是要透过你的行为、你的人格特质。所以永远要记得 be nicely to girl， 它不是一定可以 work， 可以吸引到女人。那最重要的就是你在女人面前，你依然可以自信自在的做你自己，你不需要改变你的声音语调，不需要改变你的行为习惯除非你现在你说话是不 OK 的，或者是你现在你的行为是非常低价值的，那你就要透过主动意识层面的方式去改善你的交流表达方法。所以这一切就要看你这个人的自我意识，你对自己的
审视，或者是你如何看待你自己，你有没有看见自己的问题需要改进的地方？好了，所以所有的事情都是围绕着一个男人他怎样去表达自己，一个男人在女人面前他的行为方式，或者是他对于女人给他的一些回应，他怎样做反应，对吧？所以所有有价值的事情无论在狩猎时代还是住在农庄里面，我们人类的近代方面它都是透过进化产生。因此我们以进化的技术的角度来看，即便到了今天，我们还是要记得，一个有自信的有领导力的男人，他绝对是最容易吸引女人的。那当你是领导的时候，你去看周围的人，他是从而对你产生反应的。比方说在夜店酒吧，你周遭的朋友是怎么样对你反应的？你展现出来的是不是你是一个有领导特质可以主导的、可以控制的那个男人呢？如果你有这样子的特质的话，从而的你不需要砸很多钱，即便你今天跟女生1对1约会，你可以展现出来这样子的特质，你依然是可以吸引到女人的。也就是女人她会听从你的话吗？她会服从你吗？你想一下，渣男往往都是可以让女人对他非常服从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特质，就是你如何去维持一个比较强的框架，让别人愿意服从你。所以你回去看我刚刚说的，在古时候，假如你是一个部落的领袖，你是一个领导者，你有领导的特质，那么放在以前的部落环境当中，所有人都是听你的话的，你会非常有自信，有控制力，那你是勇敢的，有力量的，懂得人际关系的经营，懂得权谋斗争等等的。所以换作今天，你有没有以上的条件呢？你懂不懂经营人际关系？你有没有力量？你够不够勇敢？你能不能主张你自己的想法？那这一切都反映出来你在跟女生的交流过程中，你带给对方的，他可以看见的，他可以察觉到的，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男人。当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有控制力的男人的时候女人他们的天性就是顺从服从，那他就可能听你的话，跟着你的走。当你有绝对的这些助力，那你在社交方面的生存法则你可以运作得来的话，那你就是一个强大的男人，女人就会对你做出反应不管在古代还是现代都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难以独自生存的，所以你一定要有领导力，你一定要有主导意识，这一切非常的重要最后我给大家的解答就是，渣男他可以受到女人的青睐，是因为他在女人的面前，他的社会地位是高于女人的，他不吃女人的反应，他在任何的环境场合当中都是舒服自在自信自然的做自己。最后给大家的结尾就是我曾经被一些女人说我是渣男，但这会影响到我的做自己的那个习惯吗？不会的即便这些女人她们说我是渣男，但往往这些女人最后都变成我的床友或者是女友我想她们是把渣男跟坏男人搞混了。其实名词它没有多大的意义，行为和结果才能真正的大声说话，选择对你最有利的方式才是明智之举。所以你要让自己的实力像从现在的非常初阶段升级到博士班的阶段在把妹方面的实力最好的方法就是订阅我这个频道，或者到我的个人博客网站上面，我会给你卓越人生的蓝图另外如果你要学习更加细致的自我提升把妹方法，你可以加入我们的 WhatsApp 还有 LINE 群组，克服一切的挑战，你将会更加强大。今天又是新的一天 See you